你可能为了寻找平静而寻求斯多葛主义，不是吗？你拼命地想让脑海中无休止的噪音安静下来，但我需要你极度诚实地问自己，你真的感到更平静了，还是仅仅感到更麻木了？你是否曾觉得，当你试图成为一块不可动摇的岩石时，你实际上是在你自己的心周围建造一堵坚狱的围墙？你阅读名言，练习外在的沉默，但焦虑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那扇锁了7把钥匙的门后尖叫。这正是现代哲学被受苦的心灵误解时的巨大危险。你可能把你的情绪当作需要被消灭的致命敌人，而不是需要被理解的生命体征。相信任何悲伤的颤抖或恐惧的闪现都是性格的缺陷。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你并不孤单，但你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这条路通向的不是智慧，而是彻底的心理崩溃。我清楚地看到你在哪里，因为我已经看到雕像综合症摧毁了最有前途的头脑。你醒来时感到沉重，拖着一具仿佛由铅制成的身体，但你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据称马可·奥勒留不会抱怨。你强行戴上一副冰冷的冷漠面具，而你的内心世界却在燃烧。在你向世界展示的人和你自己在卧室黑暗中的样子之间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深渊。这不是真正的力量，这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坝在阻挡海啸，而裂缝已经开始在结构上出现。你害怕的要死，如果你让一滴眼泪掉下来，整座建筑就会倒塌。以一种扭曲的哲学的名义否认你的人性，你并没有成为智者，你正在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压抑创伤，直到它们不可避免的爆炸，摧毁你如此拼命试图用你虚假的冷漠来保护的一切。是时候止血并拆除这个虚假的身份了，以免它让你付出精神健全的代价。真正的斯多葛主义，那种真正治愈的，不是关于成为一块什么都感觉不到的惰性石头，它是关于成为一名熟练的船长，懂得如何在猛烈的风暴中航行而不翻船。今天我们要对你的视角进行一次必要的手术，我们将把你从压抑的脆弱僵化中转移到真正韧性的坚不可摧的灵活性中。我将引导你通过整整5个调整级别，5个精确的心理转变，这将改变你处理痛苦、焦虑和抑郁的方式。我们将把这个内部高压锅变成真正成长的引擎，这无关乎少感觉，这是关于带着目的、清晰度和对你自己生活的绝对掌控去感觉。在我们开始这次重建之前，我需要知道谁真的准备好停止躲藏并开始自我治愈了。这里不是被动的娱乐，这是为你灵魂准备的工作坊。如果你真的愿意摘下面具并建立真正的力量，现在就订阅频道，以免迷失方向。接着，去评论区对你的过程做出公开承诺，准确地写下这些话：我感觉，但我统治。当你打出这句话并说出你来自哪里时，你就向你的潜意识发出了信号。虚假强硬的时代已经结束，真正的自我掌控时代已经开始。现在就做，我们要开始了。你可能一直在消费斯多葛主义的一个伪造版本，一个空洞的讽刺化，宣扬像砖墙一样的情感幅度。这是一个危险的谎言，它将临床上的冷漠、人类精神的死亡与斯多葛式的不动心混淆了。后者是从激情的奴役中获得的自由。这2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且具有救赎意义的差异。伪造的版本告诉你去麻痹自己，直到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为了治愈疾病而杀死病人，而真正的哲学为你的心理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免疫系统。这无关乎消除感受、痛苦、悲伤或恐惧的能力，这是关于消除被他们摧毁的恐惧。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切除你灵魂的额叶，或让你对生活无动于衷。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安装一个更高级的操作系统，它可以处理高电压的情绪，而不会烧毁你的电路。我们需要立即重新构建你对力量的定义，以便你停止不必要的惩罚自己。长期以来，你将力量等同于冷漠，认为如果你的手颤抖或声音发颤，你就没有通过美德的测试。现在让我们摧毁这种幻觉，并用主动处理的概念取代冷漠的概念。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个高科技的控制室，而不是一个你躲避现实的封闭地堡。当焦虑的红色警报或抑郁的浓雾出现时，你的工作不是砸碎控制面板或假装警报不存在。你的任务是坐在船长的椅子上，识别警告灯并做出经过计算的调整。
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就是这种头脑的技术，允许你感受湍流，同时保持对船只方向的绝对指挥。为了锚定这个真理，并证明你不应该是一个机器人，看看塞内卡，他是曾走过这条路的最权威人士之一。他从未对他的母亲赫尔维亚说过仅仅用僵硬的嘴唇克服悲伤。他写到了眼泪的必要性和人类痛苦的现实。他明白第一波情绪震惊、胸闷、恐慌是生物性的且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物种的一个先天特征。根据塞内卡的说法，智者不是那个从不哭泣的人，而是那个一旦眼泪干了就回归理性的人。甚至世界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写下他的沉思录，也不是作为完美的奖杯，而是作为私人日记，用于在他自己挣扎的时刻进行自我指导。他们不是雕像，他们是战士，感受着每一次打击，但拒绝被他们定义。消除你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的第一条规则是理解压抑与调节之间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区别。规则很明确，永远不要混淆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平静，因为紧闭的嘴巴无法止住流血的心灵。压抑是一种将活跃的情绪强行推入潜意识而不进行处理的暴力行为，就像试图用蛮力将沙滩球按在水下一样。你消耗巨大的生命能量，仅仅为了维持正常的表象，耗尽了本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斯多葛主义并不要求你吞下毒药并微笑，它要求你开发一个心理消化系统，能够在毒性进入你的血液之前中和它。你在这里面临的内部冲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感觉就是失败。从很早开始，你就被制约为相信表现出动摇是软弱的迹象，所以你对痛苦的自动反应变成了立即否认。当焦虑紧紧抓住你的喉咙时，你的头脑尖叫现在停止，在第一层之上制造了第二层紧张。现在你因为感到焦虑而焦虑，这种原情绪将暂时的不适转变成了持久的危机。你对你自己的生物学发动了战争，在这场内部内战中没有赢家，只有一片被摧毁的领土，那就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想象一个工业高压锅被放在现代生活需求的大火上，在里面积聚的蒸汽是你对事件的自然情绪反应，悲伤、愤怒、恐惧。坏斯多葛派是那个看到蒸汽从安全阀冒出，决定焊接阀门以确保绝对安静的人。从外面看，高压锅似乎静止、寒冷、受控，没有噪音，没有嘶嘶声。但在内部，压力正在上升到灾难性的水平，使金属变形，寻找任何微小的裂缝来膨胀。随之而来的爆炸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当它发生时，弹片不仅会伤害你，还会伤害每一个不幸在你身边的人。真正的情绪调节是保持排气阀清洁和功能正常，它是允许蒸汽以受控和持续的方式排出，发出必要的声音以缓解内部压力，而不会炸毁整个厨房。当你感到压力上升时，与其焊接出口，你承认压力很高，我需要释放蒸汽。这可能意味着哭泣、写作、交谈，或仅仅带着痛苦坐一会儿而不评判它。当你这样做时，你并不软弱，你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师，在安全参数内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强迫的沉默是危险的，处理过的噪音是治愈的。通过放弃压抑，你收回了用来伪装的能量，并将其重新导向生活。你会发现，情绪如果被允许流经正确的渠道，它们的寿命很短。它们来了，传递它们的化学信息，然后离开。压抑正是让它们在你体内停滞和腐烂的原因。通过应用这条规则，你不再是一颗定时炸弹，而变成了一条干净的管道，生命从中流过而不被卡住，允许你体验风暴而不成为风暴。你的生物学不是你的敌人，它只是一个需要被倾听而不是被沉默的反馈系统。如果你继续忽视控制面板上的信号，引擎就会熔毁。世界上没有任何哲学名言可以修复因疏忽造成的彻底崩溃。接受你的心理定期维护涉及减压时刻，这可能看起来并不英勇，但对你头脑的寿命至关重要。英雄不是那个从不流血的人，而是那个懂得如何止血并在第二天继续战斗的人，而不是忽视伤口直到感染扩散。你试图模仿的雕像没有生命，没有脉搏，因此没有未来。它只是随着时间磨损，直到变成灰尘。
你是一个活的、动态的和反脆弱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你需要运动、流动和适应。压抑的僵化使你变得易碎，接纳的流动性使你坚不可摧。要明白，每一种被压抑的情绪都是你欠你自己身体的一笔债，而身体是一个无情的讨债人，总是回来取走属于他的东西，并加上心身疾病和职业倦怠的复利。因此，走出这个伪装成斯多葛主义的焦虑循环的第一步，是关于你当前状态的彻底诚实。看着镜子，承认痛苦、疲惫、恐惧，如果有必要，大声说出来。通过命名恶魔，你开始以此支配它。压抑赋予阴影力量，暴露在理性的光下会驱散它们。不要害怕，当你打开阀门时，你会发现什么？要害怕，如果你从不打开，它会发生什么？从现在开始，你的日常练习不是不感觉，而是感觉并释放。将每一种情绪想象成敲你门的访客，你不需要让他们住在你家里，但你也不能假装没有人敲门。去开门，听听他们要说什么，感谢警告，然后轻轻关上门。这是控制，这是力量，这是我们将建立你余下恢复的基础。当你掌握了不压抑的艺术，你就为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即理解什么实际上在你的指挥之下。你会发现，你大部分的痛苦来自于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事物，这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耗尽你的灵魂。自由始于全能幻觉结束的地方。准备好，因为下一个调整将要求你放弃一个从未属于你的王国的王位。第二条规则是外科手术般的应用控制二分法与你的心理健康。你不能控制你大脑的化学反应，你只能控制你对治疗的反应。你们中的许多人落入了致命的陷阱。相信，如果你们足够斯多葛，你们仅凭意志力就能治愈抑郁或焦虑。这是傲慢，不是智慧。相信你可以从神经化学失衡中思考出路，就像相信你可以仅通过冥想骨头的本质来治愈断腿一样。斯多葛派懂得区分什么是性格问题，你的选择，和什么是自然问题，你的身体和你的限制。这里的冲突是残酷的，因为它攻击你的自尊，很难接受你的头脑。这个你如此重视的工具可能会违背你的意愿，坏掉或发生故障。你为你脑雾太浓的日子责怪自己，将生物学症状解释为道德缺陷。如果我坚强，我现在就会起来。你想，鞭打着一匹已经筋疲力尽的马。这种自我攻击只会加深抑郁，制造一个消极的反馈循环，即疾病滋养内疚，而内疚滋养疾病。让我们使用风暴中的船长这个核心隐喻。想象你在公海上指挥一艘船，突然一场猛烈的风暴形成了，巨浪、呼啸的风、倾盆大雨，这是你的焦虑或抑郁在攻击。坏斯多葛派站在甲板上，对着云层尖叫，命令雨停下，并在天空不服从时绝望。他耗尽所有的能量，试图控制天气。结果呢？他被卷入海中，精疲力竭，被他拒绝接受的现实击败。豪斯多葛派真正的船长看着风暴，并接受它的存在作为那一刻现实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不会浪费1秒钟希望阳光灿烂，相反，他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他控制的事物：舵、帆和船员。他调整帆以抵御风，紧握舵以保持可能的航向，并穿上雨衣。他知道他会湿，知道会摇晃，但也知道他的职能不是阻止风暴，而是防止沉船。将此应用到你的头脑。风暴是血清素的缺乏，皮质醇的过量，突然的恐慌。尖叫，我不应该感觉到这个，就是对着云层尖叫。调整帆意味着服用处方药，如果有的话，去接受治疗，锻炼身体，按时睡觉，并使用理性，不要将当下灾难化。你无法控制明天醒来是否悲伤，但你控制你是躺在床上自怨自艾，还是起床并按照那一天可能的节奏履行你的义务。这种区分是解放性的，它从你的肩上卸下了成为你自己生物微观世界的上帝的不可能的重担。你变成了管理者，而不是现实的创造者。如果你大脑向你发送侵入性的念头，你就像观察乌云经过一样观察它们，而不执着于它们，仿佛它们是你身份的定义。这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斯多葛派说，穿越迷雾，航行而不迷失方向，
接受你的状况不是被动的顺从，这是有效行动的第一步。如果将军拒绝看敌人地形的地图，他就无法赢得战斗。通过接受你有焦虑的倾向，你可以制定预防策略，建立防御，并准备你的军火库。否认敌人的存在是被他伏击和击败的最快方式。记住艾比克泰德，他生来就是奴隶，并且有一条断腿。他无法控制他的身体或他的社会自由，但他控制他的头脑。你可能有一种抑郁倾向形式的断腿，那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真正的你是决定尽管有这条断腿也要如何生活的意识。你不是你的疾病，你是管理疾病的实体。通过内化这条规则，你停止与现实对抗，并开始与它合作。之前浪费在挫败感上的能量，现在被引导到适应上。你变得流畅，有韧性。风暴可能会弄湿你的衣服，并摇晃你的甲板，但它没有被允许触碰你的灵魂或偏离你的最终目的地。通过理解你的尊严，不在于没有症状，而在于你处理他们的高贵，来结束这一点。一个行走困难但有目标的人，比一个没有方向奔跑的人要强壮的无限多。掌舵，接受雨水，并继续航行。风暴会过去，但你为了在其中航行而开发出的技能将永远伴随你。第三条规则涉及斯多葛学派的技术概念 Prophesia 即原始激情。规则是原谅你的第一反射，但审判你的第二行动。斯多葛主义承认，在理性可以介入之前会发生自动的身体反应。听到巨响时的惊吓，演讲前的冷汗，接到坏消息时瞬间的眼泪。这不是软弱，这是生存本能。你犯的致命错误是在道德上审判这些生物反射，将身体反应转化为精神缺陷。当你感到心跳加速，你批判性的头脑立即开始行动时，内部冲突就产生了。一个斯多葛派不应该感到恐惧，你开始因为拥有一个自主神经系统而感到内疚。这就像因为有东西飞向你的眼睛而眨眼，然后责怪自己一样。这种内疚增加了一层不必要且令人瘫痪的痛苦。你开始强迫性地监控你自己的身体，寻找失败的迹象。讽刺的是，这产生了更多的焦虑。把这些原始激情想象成你的身体触碰热表面时的反射，你本能地把手缩回。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防御机制。焦虑通常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它是一个正在响起的火警警报。问题不在于警报响起，原始激情，问题在于你相信，仅仅因为警报响了，整栋大楼就已经化为灰烬。你应该陷入恐慌。塞内卡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在海难中也会脸色苍白，或者在深渊面前颤抖。区别在于，智者不给这种感觉同意。他感到颤抖，承认我的身体正在对危险做出反应，但他的头脑仍由他指挥，说这只是一个身体反应，并不意味着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我是个懦夫。他将身体感觉与精神解释分开。对于患有焦虑症的你来说，这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当恐慌发作开始时，你被允许感到心脏剧烈跳动。你不需要与心动过速做斗争。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一种原始激情，是我的身体在释放肾上腺素。它不舒服，但不危险，也不是我。通过从身体感觉中移除道德审判，你打破了恐慌的反馈循环。想象你在看一部恐怖电影，当怪物跳上屏幕时，你被吓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不会跑出电影院尖叫着说怪物是真的。你在几秒钟内恢复，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一部电影。原始激情是电影的惊吓，慢性焦虑是相信怪物从屏幕里出来了。斯多葛主义教你坐在扶手椅上，深呼吸，并记住那只是你头脑屏幕上的化学投影。验证你的原始激情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同情行为。你停止要求自己拥有连最伟大的大师都不曾拥有的机器人般的完美。你接受你基本的人性。我是一个理性动物，古人说。你不能忘记动物这部分。动物会感到恐惧、寒冷和疼痛。理性部分照顾动物，安抚它，而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的样子而殴打它。通过练习接受原始激情，你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居住着你的自由。刺激、恐惧、
发生了。与其立即绝望的反应，你在这个空间里暂停，你观察这种感觉，然后你选择理性的反应。这个小小的间隔就是魔法发生的地方，它是你不再是你神经的奴隶，并转变为你行动的主人的地方。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不要试图阻止恐惧之鸟飞过你的头顶，只是不要让它在你的头发里筑巢。原始激情是飞翔的鸟，反刍和内疚是巢。你的工作是在鸟飞过后轻轻地赶走它，而不是为它建造一个笼子并住在里面。保持你头脑的天空自由，允许空中交通，但控制机场。带着这样的确定性结束这一点，感觉太多不是你的缺陷，它只是你的特征。定义你成功的不是没有感觉，而是你在最初的冲击后恢复平衡的速度。你就像一个不倒翁玩具，可以被推倒，可以剧烈摇晃，但你的重心，你的斯多葛理性总是把你带回垂直位置，这就是真正的稳定性。第4条规则，攻击流行斯多葛主义中最具破坏性的神话之一，智者不需要任何人的想法。规则是，隔离是疯狂的孵化器，独处是智慧的避难所，学会区别，否则灭亡。你们中的许多人，当感到抑郁的痛苦时，本能地从世界退缩。你们将斯多葛式的自给自足解释为切断联系的命令，相信寻求帮助对他是一个负担，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你把自己锁在你的精神洞穴里，以为你在保护自己，但你只是在窒息自己。内部冲突是那个欺骗性的声音说，没人会理解，或者我需要再向世界展示自己之前独自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自我在说话，不是理性。抑郁喜欢沉默和秘密，它像真菌一样在黑暗中生长。当你隔离自己时，你失去了现实的参照系，你扭曲的思想在你头脑的墙壁上回荡，没有人挑战它们，变成了绝对和可怕的真理。你认为通过独自背负世界你是坚强的，但你只是鲁莽的。这里的隐喻是脱离狼群的狼。在自然界中，独狼不是浪漫的英雄，它是脆弱的动物，容易饿死或被攻击。根据斯多葛的定义，人类是社会和理性的动物。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我们是为了合作而生的，就像脚、手和眼睑一样。试图违背这种社会本性生活，就是违背宇宙的罗格斯。切断人类联系，就是切断你灵魂的生命补给线。真正的斯多葛是独处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战略性和暂时的撤退，用于充电、反思和组织头脑，以便之后更好地回归社区。它是被选择的，不是由恐惧强加的。另一方面，隔离是基于羞耻的逃避。斯多葛智者有朋友，他重视对话，他寻求建议。塞内卡与卢西利乌斯保持着不断的书信往来，分享他的疑虑和弱点。他不在沉默中受苦，他利用人类联系作为改进的工具。你需要打破阻止你说我不好的骄傲。战略性的脆弱不是在鲨鱼面前流血，是向医生或值得信赖的盟友展示你的伤口。通过分享你的挣扎，你发现你的痛苦并非独一无二，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药物。分担的负担轻一半，羞耻无法在同理心中存活。明白寻求专业帮助或朋友的支持不是拐杖，是杠杆。你使用工具来举起你独自无法举起的物理重量。对于情感重量为什么会有所不同？斯多葛派使用所有可用资源，书籍、朋友、治疗师、药物来过尽可能最好的生活。拒绝帮助不是斯多葛主义，是非理性的固执。隔离的危险在于它扭曲你的感知。你开始在不存在敌人的地方看到敌人，并忘记围绕着你的爱。抑郁用你自己的声音对你撒谎，其他人就像干净的镜子，帮助你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脸上的污垢。他们带来打破反刍所需的外部视角。你的任务是建立桥梁，而不是墙壁。即使很难，强迫自己进行小的互动。行动先于动机。不要等待有想见人的意愿，去见人，以便有生活的意愿。斯多葛的世界主义提醒我们，我们是世界公民，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与整体隔离的部分会枯萎并死亡。重新将社会联系不视为匮乏，而是视为对你自己本性的责任。
通过允许自己被帮助，你也给了对方行使慷慨美德的机会。这是一种人性的相互交换，不要剥夺世界你的存在，也不要剥夺你自己部落的安危。带着走出洞穴的决定结束这一点。阳光起初可能会刺痛习惯了黑暗的眼睛，但这正是允许生命存在的光。真正的力量在于承认，虽然旅程是你的，但你不需要独自前行。看向旁边，伸出手，你握住的手可能是阻止你被激流卷走的锚。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规则是整合协议，将现代技术的心理治疗与斯多葛主义的古老操作系统结合起来。规则很简单，用科学治疗原因，用哲学治疗症状。致命的错误是试图用哲学治疗化学失衡，或者用药物治疗生活中意义的缺失。每种工具都有其特定的用途，试图用一种替代另一种，就像试图用螺丝刀钉钉子一样，低效且令人沮丧。最终的内部冲突是愚蠢的纯粹主义。你可能会想，如果我吃药或去看心理医生，斯多葛主义就失败了。不，斯多葛主义是治疗建立的基础。认知行为疗法，现代最有效的治疗形式，直接受到艾比克泰德斯多葛原则的启发。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一个不抵消另一个，他们相成。你不因为是病人而变得不那么像哲学家，你是一个使用有效方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让我们使用扫描仪和火警警报的次要隐喻。焦虑是一个有缺陷的火警警报。当你烤面包时，它会响起。坏斯多葛派把警报从墙上扯下来，压抑，或者跑到街上尖叫着火了。反应性。整合的斯多葛派像一个现实扫描仪一样行动。警报响了。症状。他停下，呼吸并激活扫描仪，理性加治疗。他问，这里有真正的火吗？还是只是烤面包的烟？如果扫描仪检测到一个真正的问题，债务、冲突、失去，斯多葛派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扫描仪显示没有火，只有警报的噪音、化学性焦虑，他使用治疗和哲学的技术手动关闭警报，或者仅仅等待它停止，而不恐慌。他知道噪音很烦人，但他知道他不处于危险之中。这种真实危险与虚假警报之间的区别是心理自由的关键。整合需要谦逊，它要求你承认你的硬件、大脑和你的软件、思想一样需要维护。如果硬件有缺陷，世界上最好的软件也无法正常运行。照顾身体、睡眠、营养，这是物理斯多葛主义。塞内卡说，身体必须被严格对待，以便它服从头脑，但也必须被照顾，以便它不会成为头脑的障碍。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的科学家。观察哪些触发器会引发警报，写下你的自动想法，并将它们放在理性的法庭上。我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真的？这是斯多葛派检查印象的练习，利用治疗挖掘你创伤的深层根源，并在这些伤口愈合的同时，利用斯多葛主义驾驭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前行公式，一边是医学，另一边是智慧。不要落入认为哲学仅仅是阅读的陷阱。哲学是灵魂的药物，如果它不治愈，它就没用。但就像药物需要按正确剂量和规律服用一样，斯多葛主义需要持续的练习。在恐慌发作期间，在 Instagram 上读一句漂亮的句子救不了你。训练过你的头脑去呼吸并与身体感觉分离将会救你。是在平静中的训练，在风暴中拯救了你。整合也意味着接受周期性，会有你成为斯多葛大师的日子，也会有你只是一个受惊的人类的日子。这没关系，进步不是一条直线上升的线，它是一个螺旋。只要你继续回到中心，回到理性，回到有效的工具，你就在赢。复发不是道路的终点，它是地形的一部分。通过采用这个协议，你不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而变成一个适应性强的战略家。你使用有效的，丢弃无用的，并保持对最终目标的关注。幸福的生活，无论外部或内部环境如何，都能蓬勃发展和宁静。你变得反脆弱，甚至能够利用你的抑郁作为材料来构建一个更深刻、更有同理心和更复杂的性格。这种整合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平静，不是战争的缺席，而是对你处理战斗能力的信心。你知道你有哲学的盾牌和科学的剑，
你知道你可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你不祈求轻松的生活，你祈求强壮的背脊。而现在，随着这5条规则的整合，你已经开始建造你如此渴望的钛合金脊柱。我们以这种确定性结束剧本的主体。治愈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过程。你不会一劳永逸地修好你的头脑，你学会熟练地驾驶它，日复一日，风暴复风暴。你不再是你大脑的受害者，而成为了它的管理员用户。这才是唯一重要的胜利。我们对手术你视角的这次操作已经结束，但真正的康复工作在此屏幕熄灭的那一刻才开始。你不再是那个试图用强迫和有毒的沉默窒息内部尖叫的困惑个体。现在你拥有清醒哨兵的战略地图。深刻的理解，焦虑和抑郁可能是你故事中艰难的篇章，但他们绝不应该是你生命之书的作者。你今天学会了验证你的感觉，而不成为感觉的奴隶，利用风暴来测试你船只的坚固和工程，而不是在绝望中沉默。真正的斯多葛是不动心，不是没有猛烈的波浪，而是不可动摇的确定性。即你知道如何游泳和调整风帆，将这个新身份带入现实世界。为了治愈，在必要时脆弱；为了行动，在可能时坚定。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理性地善待自己。现在，我号召你用一个具体而审慎的行动来封存这个情感诚实和真正力量的契约。如果这些话在你痛苦的频率上产生了共鸣，并带来了你寻求的清晰度，留下你的点赞，不仅仅作为对算法的支持，而是作为一个物理信号，表明你接受带着真理生活的挑战。我要你去评论区写下一句新话，一个将作为你在精神混乱日子里不可协商的锚的咒语。我的痛苦是警告，我的理性是向导。当你打出并发布这句话时，你就具象化了，你停止与你的生物学对抗，并开始用正确的工具领导你自己生活的意图。不要低估在见证人面前公开宣称你改变的心理力量，这是将哲学变为具体现实，将抽象概念转化为自动行为的第一步。最后，如果你有钢铁般的纪律，穿越这5个调整级别，并到达了这最后1秒，你属于一个稀有且经过挑选的少数群体。在一个沉迷于肤浅表面的世界里寻求深度。向我们的社区证明你的韧性，也评论道：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向我和其他人发出信号，你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并且你以他所要求的严肃态度对待你的心理健康。如果你认识某人正在沉默中受苦，试图在内心崩溃的同时成为一块岩石，现在就与那个人分享这个视频。你的分享不仅仅是一个点击，它可能是将他从虚假不动心的单独监禁中释放出来的钥匙。我们在下一节课见，准备好迎接又一集的进化。保持坚定但灵活。